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来聊聊有关于三国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历史人物概要啊。那我们这一集聚焦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一集的内容。在这一集的内容，我们看到的是年轻的曹操他上朝嘛，又到了王允家做客，跟王允做了一些阴谋的计划。那在这个故事背景当中呢，他最一开始有介绍到了东汉末年的一些混乱政局啊，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董卓啦。那这一集我们要来好好介绍有关于董卓的故事。那我第一个很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或是在历史的小说当中，对于董卓的描述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极尽侮辱啊！不是很胖啊，就是很色啊，要不然就是怠慢国政啊，挟天子以令诸侯等等的这些比较负面的描述。那我就很好奇，历史上的董卓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今天就要来好好的问一下金老师，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咯？好的，那首先来说一下董卓在《三国志》的正史记录当中是并没有说他的外貌如何的。OK， 对，所以如果他真的很胖的话，照道理讲，《三国志》会直接说什么肚大极细啊，就是肚子垂到说可以过膝盖啊这个样子。所以他到底胖不胖呢？只能说不知道。但就算有胖，应该也没胖得很夸张。再来，他的发家之路是怎么样呢？首先，他是凉州人，凉州就是今天中国西北地区。那西北地区这个地方物资条件并不是特别的丰富，人们呢就比较凶悍，也是很多精兵良将的发源地。那董卓其实也依照这方面的传统，他主要是从军出身，他在汉桓帝末年的时候就有从军当到了军司马，也就是部队当中的军官啦。后来呢，跟随长官征讨各地有功，有一次长官就说今天干得不错，就赏赐了9000匹的布，毕竟当年就是布这个东西它是个奢侈品。那董卓做了什么事情啊？答案就是他立刻把这些赏赐分给他所有的部下。那还蛮照顾部下的咯。对啊，所以其实蛮多人很喜欢董卓这位长官，因为跟着他有额外的收入，这样的长官难道不让人喜欢吗？对不对？而且你刚刚说他是从军发家的嘛，是，所以他身材应该不会坏到哪里去吧？是，其实在《三国志》本文反而是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卓有才武，履历少比。什么叫履历少比？就是他的臂力一般人很难比得上他。双带两箭，左右持射，就是他在那个马的旁边都有放很多的弓箭，然后呢可以坐在马上面一边射，还可以左右开弓。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的人，应该是个运动健将。如果真的是像那个电视剧演的那个超级胖那个行走困难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可能中年后的董卓发福对，他毕竟不用自己出入战场嘛，对不对？他中年发福，或许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但在他从军的早年，他绝对是像肌肉猛男一样的狠角色。好，那继续说回来，根据一个补充的史料叫做《英雄记》，还有提到说卓数讨羌胡，前后100余战，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实战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战争嘛，就是会有赢也会有输的时候。根据《三国志》记载，有一次董卓他担任军官，去征讨当时叛乱的韩遂跟边章这些叛乱分子，结果呢他反而被当地的羌胡人士数万名包围住。那在这个看起来就是人数比别人少绝体绝命之际，董卓做什么事情呢？他命令各位部下说，来，你们给我去捕鱼。捕鱼干嘛？吃啊！我现在被包围啦，我们要赶快，这附近正好有一个河流，我去到河流里面当中能捕多少鱼就捕多少鱼，看能吃到援军来。那这个时候旁边包围他的羌胡就想说，你看他没招了开始捕鱼了我看你能够捕多久对不对？是。但事实上董卓捕鱼只是个障眼法，他真正目的是来一部分人去捕鱼，私底下他叫人秘密的在河的旁边做一些水利工程，把那个河流给堵住，开通了一条临时的通道。然后呢，因为大家都只被捕鱼吸引嘛，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等到秘密通道开好
好之后，董卓就立刻率领部队突围而出。然后呢，羌胡部落当然就想说，我怎么可以让这个人逃走呢？正要去包围进攻的时候，董卓就把原本的水利设施全部给破坏掉，那个河水就开始到处的蔓延，导致这些羌胡部落无法再继续追击。这个就是董卓当年可以成功撤退的原因。那我觉得他不只是肌肉猛男，他其实蛮有头脑的。不然他怎么可以百余战，对不对？对啊，你如果只是个无脑的肌肉男，冲在最前面，你可能很猛，但你也可能第一个死掉。董卓他其实是一个既有谋略又懂武力，而且对部下其实还非常要好的一位军官。最起码他早年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他后来之所以会出现在三国电视剧当中，会成为一个好像掌权而且是魔头式的人物，这个其实还要涉及到东汉末年的一个政治事件。简单来说，东汉有两股势力，一个叫做外戚。什么叫做外戚呢？就是皇帝年纪还小的时候，自己无法处理事情啊，怎么办？就请自己的妈妈，也就是太后的家人来处理事情，这些叫做外戚。另外一批势力叫做宦官，因为皇帝总有长大的时候嘛，他就想说，我不想要再听那些外戚的话呢，那谁可以帮助我解决掉这些外戚呢？通常就找自己最信赖过的人，那就是这些没有升职能力，平常就陪皇帝一起玩、一起生活的宦官最能够信任。所以其实东汉它有个很奇怪的政治结构，就是他的皇帝几乎都会早死。然后呢，皇帝早死之后呢，小皇帝即位，外戚就会当权。外戚当权一段时间之后呢，长大的皇帝就会联合宦官推翻外戚。等到皇帝想要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就又会早死。那为什么那么早死呢？有人说，会不会是当年东汉首都的洛阳风水不好，还是这就是所谓的命？很奇怪，真的就很奇怪。这东西很玄，你也不能问我，毕竟我们也没当年的医疗资料。总之，就会陷入到这种无止境的循环，就是皇帝早死啊，外戚领政啊，宦官干政啊，皇帝又早死啊，不断的这样循环下去哈。那事情来到汉灵帝时期，当时汉灵帝驾崩了，要由新的皇帝，历史上俗称叫做汉少帝即位。那这个时候呢，外戚就是大将军何进，还有未来会出现的一个重要人物叫做袁绍，其实就有密谋说，过往都会发生我们外戚跟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袁绍当时就建议何进说，你要不要趁机先下手，把所有的宦官都给他解决掉？那何进还在考虑的过程当中呢，他一边在想说，我要不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啊？另外一方面又用他大将军的职权号召各地部队过来京城来支持我一下。董卓就是其中一支受到何进号召，正在逐渐逼近洛阳的部队。结果没想到，这个何进还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宦官先知道说，他要对我们动手，于是就先把何进给挂掉了，被他康了。对，被他康了，就意思就找他进宫里面，然后何进还傻傻进宫，一进宫之后，宦官们就把宫门给关上，就说，你这个家伙，当年之所以可以上位，我们宦官也有帮忙挂掉我们吗？先挂掉你。于是何进就被挂掉了。而且后来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袁绍就想说，怎么进去那么久还没有出来，就说，到底大将军怎么样？只是宫门打开之后，突然何进人头就被丢出来说，他挂了，你们也不要再做抵抗了。这个时候袁绍就说，什么挂了是不是？那我就挂掉你。于是袁绍也带兵进去，就把所有的宦官都给清除掉了，甚至是号称没长胡子的男人也被当成宦官错杀掉。总之是一个政治的超级大纷争。就在这个洛阳非常动荡之际，少帝还有他的弟弟，就是陈留王，日后的汉献帝，就开始四处逃亡。逃亡的过程当中呢，正好被抵达洛阳城附近的董卓所救。那董卓就想说，现在你看外戚势力没了，因为何进被人挂掉，宦官势力也没了，皇帝又在我手上，那不就是换我做主了吗？是啊。于是他就带兵进入到洛阳城，重整秩序之后呢，后来就当上了当时东汉的实质政权领袖，就是所谓的相国。这个在电视剧里面确实也有提到，因为很多人都称呼董卓叫董相国嘛。那相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呢？其实相国就是我们一般当中熟悉的宰相。那其实
这个名称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开始出现的。OK， 但是这个名称一开始比较像国，叫做项邦。大家有听过兵马俑吗？有。对，那个兵马俑当初被挖出来的时候，一开始是兵马俑的武器被挖出来。是，那秦国当年在制作武器的时候，很讲求责任，就是武器如果品质不好，我要找谁算账？哦，所以上面要签名嘛，我记得。对，所以武器上面会说，这是哪个小官做的？小官的负责人是谁？负责人的负责人是谁？到最后总会签到总负责人。是当时被开挖出来的时候，总负责人就是项邦吕不韦。OK 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哈。那本来都叫项邦嘛，可是等到汉朝建立，继承秦朝制度的时候呢，不要忘记汉朝的开国皇帝叫做刘邦。是。而以前皇帝是有规定说，我叫什么时候要避讳，我叫刘邦，你就不可以叫做项邦，所以就把项邦改成叫做项国。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认为的宰相。顺带一提，第一个项国就是号称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那董卓当上项国，其实也就代表着他已经掌控了整个朝政大权。那这边来多提一句话，当年董卓找到少帝以及陈留王的时候，其实他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他就问说，到底洛阳城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乱成这样？结果少帝就讲不出话来，小孩子嘛，被吓到了，吓到了，对 OK， 很能够理解，才10岁多一点点而已。可是当时才9岁的陈留王叫做刘协，他就说，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就讲得超级霹雳无敌清楚，然后让董卓觉得说，哎呦，这小子厉害哦，你比你哥还要厉害太多了嘛。开始先有好感，结果等到进入到洛阳城之后，才发现这个刘协领养他的人叫做董太后。哎呦，姓董你姓董，我也姓董，总比原本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关系与我亲近一些些嘛，对不对？外人不知道，还以为说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外戚势力的代表呢？所以一来他对刘协比较有好感，二来他又觉得说刘协背后的董太后跟自己有机会比较亲近，于是他后来就做主说，来，这个少帝怎么样？废掉，我要拥护刘协当皇帝。顺带一提，少帝不是正式的称呼，是我们后世给他的名称，而这位刘协后世给他的尊称则叫做汉献帝，也就是我们通常会玩一些什么三国志里面当中那个存在感始终有，但是基本能力等于没有，大家抓过来抓过去的那位皇帝了哈。因为在电视剧里面，他好像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呈现嘛。汉献帝始终就没什么在讲话，都是董卓在前面，你那个怎样讲。这就是因为本来有机会支持皇帝的外戚势力，还有所谓的宦官势力，都在洛阳城事变当中全部都被摧毁掉了。所以对于当时的汉献帝刘协来讲，他背后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站台的，而反而是董卓这个身经百战的部将，他底下率领着众多的军队，掌握了洛阳城，那谁又能够跟他抗衡呢？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董卓可以呼风唤雨的最大原因了。好，那我们故事讲到这边，这个就是大致上《三国》这出电视剧它一开始所交代的时空背景嘛。那我们看到剧一开始，它其实就是直接呈现了汉献帝好像被董卓操控，然后董卓呼风唤雨，然后底下有很多的官员对董卓非常的不满。那当时的时空背景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吗？好，首先你没有注意到我刚刚讲的何进是跟一个人商量的，这个人是谁？袁绍啊，袁绍，对，所以袁绍其实对董卓非常非常不爽。当初是我叫你进来，你为什么你现在是好像爬到我头上了？对啊，你这个趁火打劫的家伙。所以董卓一开始其实还是比较懂得做人情，就说，我封给你袁绍一些官哈，你就听我的话。是，就袁绍表面上答应，后来就找个机会就逃出了洛阳城。而的确，董卓这个行为也让很多实力派的将领感到不满，就是为什么是你可以控制朝廷，你这个家伙还擅自废立皇帝，你根本是乱臣贼子。所以袁绍就开始号召各地
准备对抗董卓。这个也就是几乎大家在玩一些什么三国志游戏前期一定会听到的18路诸侯故事的起点啦。故事说到这边，我觉得要先打住。我们回到这一支影片的最大的主题，就是董卓他真的又胖又色吗？因为说到这边，他已经实际掌握权力了嘛，那他也没有在打仗练身体的必要啦，说不定他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福了嘛，对不对？哦，这是有可能。我说你以中年发福来看，这是有可能的。 但也有人说，就是等一下，按照董卓常年都在军队锻炼的结果，你突然中年发这么大的福，甚至有一些史料记载董卓胖到什么地步，就是董卓后来死于政变，听说还有人就是在他肚脐就是插了一个灯芯，然后去做点燃的动作，然后就说啊，董卓因为脂肪太多了，那烧个3天3夜都烧不完哦，这真的是太夸张了。对，你这个是有根据的吗？先说好，插灯芯然后开始燃烧这件事情是有史料记录，但注意这个史料并没有被收录在正史三国志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正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写历史非常非常的严谨。OK， 严谨到什么地步？就是他认为有问题的史料，他就一律不采用，或者说这个证据存疑，我情愿把它给剔除掉。OK， 所以举个例好了，大家很喜欢的三国人气角色赵云，在《三国志》的本传当中，其实也才300-400字的记录而已。OK， 就是因为陈寿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严谨的，所以我刚刚有说史料有记录，但是陈寿没有收录，他又是对史料很挑剔的人，那这个史料到底有多大的公信力呢？大家就自己可以去想想看了哈。那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后世对董卓的描述是有丑化的疑虑吗？我觉得是有，因为就算是剔除一些夸张史料的《三国志》，他对董卓的评价也一样没有很高，而且他又做了一个古代最容易被人忌讳的事情，就是擅自废立皇帝。那如果你成功了，就是你未来就是一路当上皇帝之后，你这个叫做壮举或者创举。OK， 如果你失败的话，你就是说乱臣贼子。我们可以先剧透一下，东汉末年称帝的人有很多，像什么袁术，袁术后来失败了，所以他的形象就很像小丑一样。那曹操呢？曹操他没有称帝，这是第一点。后来曹操儿子曹丕他称帝了，他把原本的皇帝给推翻之后，有维持了一段王朝的统治，他也没有被别人说是乱臣贼子啊，对不对？董卓作为后来政治纷争当中的失败者，可能多多少少就要承受被丑化的后世描述。好，所以以上的这就是本集内容啦。我们介绍了有关于董卓这个人的发家历程，还有非常关键夺权的事件，也就是董卓进京事件，以及后来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对董卓的描述到底是真是假，我们都跟大家一一介绍了。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那也记得按赞、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我们这个识人驾到的频道，我们会提供你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内容喽。我们三国系列下次再见，拜拜，拜拜。